就是我们以前是同事，后来就交往了，走到一起了。我们到现在结婚3年了啊，我们有一个孩子，今年2岁了。结婚有3年了，到他们家感觉就没有受到过尊重吧。每次受到委屈什么，他不管是我做的对也好，还是错也罢，他说的都是我。我们结婚这3年来，几乎每天都吵架。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每次他总觉得是我不维护他，我也知道他大老远过来，他一个人在这边，什么朋友都没有。我每次都是站在他角度去想的，每次是都往他这边考虑的。他总感觉我是一直向着我妈的。基本上他都不解决，小事嘛他不当回事儿，大事嘛他又做不了主，他也觉得不是个事儿。反正我就觉得我挺受委屈的。我不想离婚呀，我还想一直继续走下去吗？掌声有请，有请。男嘉宾小宋，27岁，来自山西，公司职员。来，有请小宋，有请。女嘉宾小石，27岁，同样来自山西，是公司职员。来，有请小石，有请。欢迎2位啊！结婚3年对吧？对。孩子2岁是吗？对。啊，男孩女孩？男孩。男孩，孩子现在谁带呀？我婆婆。你们是跟婆婆居住在一起，还是单独生活呀？居住在一起。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呢？就是期间分分合合，差不多有3年吧。今天来什么事儿啊？就生孩子那会儿吧，他那会儿是上夜班嘛，上完夜班，然后正好我就肚子疼，去医院了。去医院，然后就肚子都不舒服的不行，他在那就睡大觉，就不管我。我看人家别的就是老公啊、婆婆干嘛都帮着捶腰干嘛啊，地上，他就在那呼呼睡大觉。啊，你踹醒他呀？我救不醒呢。啊，人家盖了个毛巾被，就在那睡着。我叫醒他，我叫了他一次，他翻了个白眼，然后继续睡。你也知道我昨天晚上上的夜班，就是第一天那会儿睡了一会儿嘛，就到晚上的时候才睡了一会儿。好多这个家庭因为生孩子这点事儿留下了很多的阴影啊，因为对女生来说，确实那个日子特别煎熬。还有别的吗？在他们家就没有受到过起码的尊重吧？是他不尊重，还是家里人不尊重？他和他们家里人都不尊重我。他是怎么不尊重你的？当天生完一个孩子嘛，然后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当天就去了，然后到他们家就伺候了我有70天吧，然后晚上陪我睡觉看孩子，晚上也要给孩子洗衣服，给我洗衣服。我妈身体不是3高糖尿病嘛，身体不好，他妈也没说过啥，就说看跟你换1个晚上之类的，他也没话说，就在那一直看着。就是坐月子这个事儿吧，来是丈母娘挺好的，每天晚上陪着她睡觉，丈母娘累了我就陪着她。他就跟我妈换了1个晚上。然后还是他换的，我婆婆一句话都没有说。洗了一星期衣服，后来是不是我一直洗衣服了呀？对呀，你是洗了衣服，给你一直做饭呀。你只是洗衣服，你洗了1个星期之后，你去外地上班了呀。然后我是陪了你1、2个月才走的，好吧？我走了，然后丈母娘又陪了1个月，这是。那你陪再说，你也没说跟我妈睡，换着晚上睡一下觉啊？跟我妈换了1个晚上，知道吗？还在那哭了，她在那睡呼呼睡的，比我还死呢。有一次，孩子不是喜欢爬楼梯吗？从小挺顽皮的。他看着了没看好，还是从楼上不小心掉下来摔了一下，然后孩子哭了，他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我们也没说，知道他也不是有心的嘛。然后又一次就是我爸看着孩子了嘛，孩子也是爬楼梯了，然后他不知道干嘛去了，然后也是没看到，也摔下来，人家就逮着这件事不放的，硬跟我爸又吵了一架。我就说，你看孩子跟上谁走了，没跟你们在一块儿，你们吆喝一声，对吧？家里孩子谁带呀？一直是我带着，然后从去年10月份出来是婆婆帮着带着。哦，婆婆帮着带。对，之前婆婆就不给看孩子，孩子那会儿小时候她就。婆婆该不该给看孩子呀？我觉得她看不看都无所谓。啊，那你们就自己看吧。我现在是想通了，但是有些事情过不去。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婆婆住在一起啊？她没房子，她那会儿就说的是跟她家人住在一块儿。你就同意了？对，我觉得也没啥。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吧，本来刚结婚的时候就因为房子事儿差点就没有结婚成，那时候。因为那房子是我爸妈辛辛苦苦盖的嘛，住了有好几年了。然后就我们结婚时候又弄了一下，外面弄得挺好的。然后他就说在那个房产证上填上他的名字。然后因为这件事儿闹了好久呢，后来我爸妈同意了嘛，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了。然后
这后来又不久，人家又提出了，把我爸的名字抹了吧，直接写成咱俩的名字吧。然后我就这件事感觉又吵起来了。因为之前被他家人撵出去过一次。为什么撵你？就上次也是因为孩子吧，他们用那个老虎钳子放在窗户外边，然后正好下面压着一块抹布，孩子又过去够去了，够那个抹布差点让那个钳子砸中脑袋，然后我就过去说了我婆婆2句，我说你看把那个用了啊，就从哪儿拿放哪儿去，孩子也学会走路了，跑了，干嘛放那么高也挺危险的。然后正好我公公就过去说了，就说你一天怎么着的啊，吼着他们家就鸡犬不宁了，怎么啊厉害的我就不行怎么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吵起来，话赶话没好话，然后就那样子撵嘛。之前吧就因为月子这些事儿，我就想不通，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气，然后我就直接最后就是回我家去了。回我家之后他也跟上去了，到了1个星期左右，他们就是我婆婆和我公公都没上去接一下干嘛什么的，就是他一直来回跑，就是他一个人去看我。我觉得就在这里边就没有一点重视度都没有。不是要谁重视你呢？我特好奇啊，你嫁给他又不嫁给他们家，你主要针对的是你公公和你婆婆吧？你是觉得这男人窝囊吧？对，他不站在中间替我说2句话，就不算他不替你说话，就算不替我说话，他在中间就调和一下也可以呀。他也不调和。对呀。你跟你婆婆吵过嘴吗？吵过，其实就是我这人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然后我婆婆是属于那种不吭气儿，然后她就是背地里搞小动作的那种。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他跟你父母已经僵成这个样子了，你作为丈夫的从来没有考虑过说我搬出去嘛，不在这个家里住嘛，我租房子嘛，因为我要缓解这个矛盾和冲突嘛。对呀，我就是为了缓解，然后我俩才出去打工的，就是为了让他跟我家里然后分开了吗？啊，你们已经出去打工了。对呀。打工了有没有缓解呢？跟我家里缓解了，然后他跟我之间，然后就因为一件小事然后就一直吵架嘛。刚开始是我先休息的，我先去，我给他先做饭的。人家吃这个汤面了，然后呢，我先把面放进去了，然后把菜放进去了，然后我好心好意的一天给人家做好饭，起来叫醒他，人家看见我做的不好吃，你做的这是啥呀？是猪食呀？然后把这饭又兜了给我。我没倒。没倒吗？是你自己倒的。一脚把那儿倒，踢得一地满地都是，然后我也没说什么哦。然后等到他休息了，人家也给我做了一顿饭，然后人家也给我做的汤面，把面放进去，把菜后来也放进去了。啊，我感觉挺好的。我说起来吃个饭嘛。我说哎，开了句玩笑吧。我说我上次这样给你做，你怎么觉得不好吃呀？为啥给我倒了呀？人家说了句你狗急钱想呀哦。然后就又把饭不让我吃了，然后我就自己上班去了。我没倒过饭。也就是说，你们俩单独过了多久？半年吧。过了半年，孩子谁带？我婆婆。那你们俩出去打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孩子带走一起打工呢？因为我想着就是说，他那会儿在煤矿上工作嘛，我想就是说煤矿对身体太不好了，危险率也挺高的。我想出来，他一个人在挣钱，3张嘴在那等着吃，也挺累的。我想替他分担一点。所以就没带孩子。说你起来别让他假装惺惺的，平时我婆婆从来没给我擦过眼泪，我们俩吵架他从来没管过。哎，你为什么还跟他过呀？之前有好几次跟他提过离婚吧，反正有2、3次都不想过，感觉太迷茫了，太受他们家气。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没有爸爸，我感觉在他们家就受不到重视。我承认，我确实就是跟婆婆的、跟公公这件事，我确实承认啊，我就是做错了，跟他当面也说过，但是事后我就是该怎么做还是怎么样子做的。他们家就不是那样子想，他们就感觉就是哎，镜子碎了，再也粘不到一块儿了。我想尽量弥补，但是这么多长时间了，我感觉弥补到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实际你也意识到了，在整个的这个冲突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可能你没控制好自己，对我脾气确实伤害到了公公婆婆，是吧？对。但是你觉得他们应该原谅你？对，我觉得就是我不说话，我把那个做到份儿上。好，下面就是先生了，你怎么看待你的妻子跟你和你家人这一系列的冲突？我也尽量去在中间去调解，然后去调解中间的关系，但是有时候也调解不好，我尽量去做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挺无力的？对的。啊，现在儿子怎么样？儿子不叫妈妈，看了4个月之后回去就不叫我。哦，为什么呀？
不是让我感觉他妈妈记仇，因为之前孩子小时候就没管过，我走了4个月。孩子每次打电话都是先叫妈妈后叫爸爸，就是回去的时候孩子一直找着我玩，跟他不是很那个，然后他就非常生气嘛，感觉很委屈。因为我之前儿子从生下来到1岁多，就是去年10月份才离开孩子的。那10月份和婆婆看了4个月，我在这边也经常给家里边打电话，孩子一接电话就爸爸长爸爸打，从来不叫的。回去之后也是跟着他，上个厕所都跟着他。然后我都不跟我，都是骂我滚。所以在你的推论里面，一定是婆婆给这个你儿子灌输了很多坏想法，对吧？你们俩在结婚前谈了3年恋爱，对吧？对的。你们为什么事情分分合合呀？就是我家里不同意吧。妈妈不同意。对。原因是？他们家太远，我妈也是从外地嫁到本地，然后说是现在是属于，就是离分开了嘛。然后也是怕我跟他到他们家受欺负，所以房子上的名字才会加成我的。远嫁，对吧？对。那你妈现在怎么看待这一家人呢？反正我们俩每次吵架，我妈都会说我。有一次离婚闹大了吧，她一个电话把我妈就叫过去了。把我妈和我妹都叫过去了。你说有啥事儿，哎，你们家怎么欺负我都行。然后有啥大事了，你一个电话把我妈说叫过来就叫过来了。我妈心脏病3高，你怎么没想过呀？我妈在外面租房子住3年，肉丝6年了，你只给她交过1次房租吗？你体谅过我妈伺候我月子的时候1个晚上都没换过。行了，让老师们说说吧，应该怎么办？你们要真不想过，也可以不过啊，这都是自由的嘛，对不对？你们要想过就好好过。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沙老师，咱俩差不多大，你一直在说他们一家人没把我当自己人，没把我当家人。我告诉你啊，一个女人远嫁到另外一个家庭，是你自己要不要把自己当成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如果说我抱着心态是我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那你嫁进这个家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全家人对你都非常好。但如果你在嫁进门的之前的那一天，你就觉得完了，我一个外人要嫁到一个人家，他们全家人肯定都拿我当外人，那势必你看每一个人都会拿你当外人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你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想的是这样，这件事儿就是这样，所以你很多事情是要往开了想，往开了看，不能钻牛角尖儿。所以很多时候自己想要过得开心过得好，任何人都帮不了你，在于自己。然后我要跟男生说的是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恶婆婆，只有坏男人。其实你也知道，婆媳问题到今天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你是始作俑者。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问题通过你是可以解决的，达到一个平衡的。你要两面说话，怎么样跟媳妇儿说婆婆的话，怎么样跟婆婆说媳妇儿的话，这是一门学问。一个家庭我们都不希望它散开，但是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是需要大家真心对真心的，知道了吗？知道了。好，谢谢。谢谢老师。好，谢谢沙老师。来，白老师。我看这个妹妹哭得这么可怜啊，真的是也挺心疼的。就是这小伙子，我觉得也一直是在挺努力的，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反而越努力越糟糕，是吧？你就特别不能明白，是因为你没发现其中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在非常非常的嫉妒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拥有了3个男人对于她的依恋、爱、需要、崇拜等等，她拥有了3个男人，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还有现在她的孙子。这3个男人都那样的天然的就存在在那个女人的身边，让那个女人活得真的像个女人。而她呢，她从小没有爸爸，然后跟妈妈和妹妹相依为命，他们的家庭3个女人，没有先生的疼爱，没有一个男人。所以当她到了你们的家庭之后，这个女孩子内心当中真的她会有很强烈的孤独的感觉，会有很强烈的委屈的感觉。她在特别的嫉妒着你的妈妈是一个那么幸福的女人。
所以在这个的背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做出来了很多歇斯底里的事情，做出来很多疯狂的事情。这个疯狂不是因为她不爱你，也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泼妇，而是因为她内心当中充满了对于男性的那种爱的渴望和不确定感，和对你妈妈的嫉妒。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是问题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所以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你媳妇儿面前，别做你妈妈的儿子，要先学会做你媳妇儿的顶梁柱，做她的主心骨，明白吗？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你说你心直口快，其实在我看来，你是一个霸道、自卑而又愚蠢的人。说你霸道，那是色厉而内荏。你要用种种的张牙舞爪来武装自己，以免自己远嫁到千里之外之后不受人欺负，要武装到牙齿。然后如果说你愚蠢，你实在太不善于抓住人心和抓住幸福。其实你是一个爱无能的人，你每次总是把幸福作成不幸，你太没脑子。此外就是你的自卑，如果你不是自卑，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会因为房产证的问题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分合合，最后不情不愿地嫁到那个家庭当中去。你是带着不满嫁过去的，所以在一开始这段婚姻就是有阴影的。当你真正的决定了要远嫁到一个千里之外的家庭当中去的时候，你所要做的是融入啊，而不是让别人来配合你。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关爱，人是互相和平等的，你首先得关爱别人。如果你不收拾掉你这副坏脾气，你嫁到任何家庭当中去，你都不会是这样。你的眼泪与其说是留给自己，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是自卑的泪水。我们今天即便再怎么责备这个男生，他也没有办法迅速成长起来，他天生缺乏这种处理婆媳之间的关系的能力，他缺乏。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女方的这种强势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给了他一种很好的支撑。所以说如果你们要真的生活下去，一定要小家庭独立起来，好吗？好的。就这样。说句实话啊，想过有想过的方式，不想过早已经不过了。所以这个婚姻留下的想过的东西是什么，你们彼此心里都有。所以想清楚，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老婆，这3年来我们一直争争吵吵的度过，可能我们之间都有一些做的不对。如果我们今后能够好好的珍惜对方，能够对彼此的父母都照顾得好的话，我们都彼此给彼此一个机会吧。我觉得我也做的很不好。其实之前做的那2件错事，我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但是我一直在弥补。就像评委老师说的话，我可能就是让我自己思维按照我的想法一直走吧。我可能太自以为是了。我脾气我以后一定改，就算改不了我也会克制的。最后跟你絮叨一句，在一个人情社会里面，尤其像中国这样的社会，讲这个宗族亲情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这个结有一天会解的。什么时候？当你公公婆婆老去的时候，当他们在病榻上的那一天的时候，这个结能不能解就看你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你们自己去想应该怎么办，能做到就做，不能做到也别委屈了自己。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哎，这个你一旦录这种婚姻题的时候，就跟录这个爱情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爱情是在这个生活里浪漫着啊，婚姻是在日子里熬着。像这样的婚姻就是熬着，所以你面对这个熬日子的婚姻的时候，哎呀，确实你那个内心是极其之复杂。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直接拿戒指就。本栏目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伊贝诗女王焕颜季期间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加一元多送一套，改变自己，做自己的女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老婆，我爱你，今后我们一起好好的孝敬我们父母，好不好？好。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来，请亮灯吧。那个，来给你个建议啊，来对着镜头啊，给公公和婆婆好好道个歉。来，爸妈，上次做的事情确实我错了，但是我可能就是说，我跟小笨还是挽不下面子来吧。希望你的在这里边可以得到你们的原谅。行，回去吧。好好过日子，回吧。哎，还绷着那劲儿呢。